他其实说了不少的点。他一个是直言不讳的说中国现在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比如说高达2位数的年轻人失业率，比如说中国社会的这个国民是有中国人民，他是原话，他说中国人民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成就还有国际地位仍然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是充满国家主义的。但是在中美关系方面，其实现在倒退的很厉害，而且他也说中国的普通人对中美的政治议题兴趣远远不如对教育投资和这些合作的这些具体的关注。他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民的复杂的社会情感，包括对国家的自豪感，也表达了对现实生活的一些不安定的这种焦虑，但是中国人整体还是很有民族主义的情感和自豪感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中美不仅仅要这个关注在对抗和脱钩或者竞争，他认为从外交层面一定要重新建立社会的连接和人文交流，因为对抗的两国国民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总结下面，我来说一些具体问题。关于中国青年人的失业和挑战，他说中国青年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失业率太高，高到政府不得不在去年修改了一些统计失业率的方法，来降低失业数据的公开水平。他还讲说，去年你们看这个失业率达到了什么程度和失业达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有大量的留学生，高学历的年轻人，不管是从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学成归国，还是从中国的顶级大学毕业拿到 MBA 和博士学位，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这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第一点就是博士海归找不着工作。他的数据也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失业问题，这个我们都在之前的节目聊过了哈。第二个就是留学生数据的锐减，这个是跟中美教育交流被切断相关的一个很具体的数字。10年前中美之间有15000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就是在中国的留学生曾经达到过15000名，10年前美国留学生在中国。他说到现在是1150个人，而且他还讲了一个细节，我都挺惊讶的。他说我们到任以后，我们派了一些我们的官员到各个大学去，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询问、调查和访问，说你这个学校有多少美国留学生，这学校有多少美国留学生。他说2年前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350个人，350个人，现在回归到了1150个人，这个数字可是10年前是15000人。他说在留学生层面的这种中美交流的这种急剧减少，其实是在迅速减少两国社会的连接。那么这个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说的是政府之间之外的国家关系，是个严重威胁。但是尽管中美关系紧张，目前仍然有277000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那么他就强调了一点，就是在年轻人的这个交往方面，他相信这些留学生在美国不管是待了3年还是几年，这些学生到中国回来以后，如果他们不留在美国的话，他说这些学生回到中国以后，对我们的民主社会会有一定的了解，他们会看到美国的同龄人能够行使在中国无法享有的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集会自由。他说这些学生的经历不仅有助于他们理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比如说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也会让他们成为促进两国理解的重要桥梁。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还有关于中国社会的这个民族主义和生活条件的评价哈。他说，虽然现在中国的年轻人面临很多就业的挑战，可是当他们跟自己的祖父母那一代相比，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在经济方面确实显著改善，这个没得可说啊。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爷爷奶奶那辈儿不如现在这一代过得好，在经济层面的这个事实会让很多年轻人还会觉得是有国家自豪感的。普通中国人对国家的经济基础建设和国际成就充满自豪感。他的原话是：中国社会中充满了民主主义，中国人也对自己的太空计划、经济发展和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影响力自豪。关于中国民众和美国的交往中的兴趣点，他说，如果你离开美国使馆走到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他说很奇怪的是没人跟我讨论台湾问题，中国人问我的问题都是很具体的，就是怎么拿学生签证，怎么到美国投资。很多中国人会跟他聊两国在二战期间的中美合作。他说中美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历史共同联系的，你中国人对美国的历史记忆还是在二战美国人帮着中国人打日本人他没提日本哈，这个是我加的。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二战期间帮助中国最多的是美国人，所以他就反复的强调了这种社会层面的割裂会造成的影响。他说，如果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持续减少，双方的社会层面的理解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他说，我们不能允许社会脱钩，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好事儿就是这个而是国家安全的必要。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持两国的外交关系 is not just a nice thing。 他说不是说保持外交关系是好事儿，没有这么简单。保持外交关系是很必要的，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个点上我还有研究了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要知道在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社会和文化几乎是完全隔绝的，那么充满了这种隔绝和对抗和误解的这种关系，是因为没有人员的交流和直接沟通。那么冷战期间的美苏社会的割裂后果就表明，社会脱钩会导致更深的不信任和敌意，而中国比苏联强大，这是他的结论。他说中国是比苏联更强大的，美国如果跟中国在社会层面完全脱钩是自我失败，这是他的观点啊。当然这个观点我知道在美国政界和外交层面不会有分歧，但是在美国政界是有很大的分歧的。但是伯恩斯作为马上要退任的大使，这是他现在的结论，就是美国是在社会层面不能完全跟中国民众脱钩。因为他又说，当两个社会割离和脱钩时，就会削弱我们对于理解对方的国家动机、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能力，这样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而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联系对于理解对方国家的内部的动态很重要。当然我开始的节目时候说了，我对他反复强调的这个 humbleness， 就是谦卑之心，我印象很深。而且也能看出来，我们快速总结一下，就是这个美国大使在社会层面对中国的了解其实蛮准确的。他一方面看到了中国现在在习近平的这种意识形态管理下面是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自豪感的，而且这个民族自豪感是真实的。因为经济上我们比爷爷奶奶生活的好嘛，这是年轻人说的。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在解决经济政策方面采取的一些手段没有美国政府采取的务实。他说如果大家都在讨论挽救经济的话，
我们能看见中国政府明显没有做一些在之前美国政府会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拜登在疫情期间的这个经济刺激政策，还有在之前奥巴马和克林顿期间去处理社会经济危机会采取的一些政策手段。他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好像没有下决心用真正的政策去推动解决消费层面的问题，而中国消费层面的问题是最难的，因为这个是涉及每个个人的。我觉得他的判断都准，而且他这些判断在我过去的这些节目里面都说过，也是一个比较准确和务实的判断，就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的分析。